中共20届四中全会日期已经敲定了，10月20号到23号，会议将在北京召开。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习近平却迎来2大危机。军中2大亲信相继出事，苗华的罪状即将公布，何卫东自两会后至今下落不明，习在军中的支柱几乎全失，军权实际落到了张又侠手中。与此同时，前首富王健林突然被限高，1年之内财产蒸发了820亿，万达被疯狂清算。外界认为这与他背后与习家族的关系不无关联。一边是四中全会的召开在即，一边是军权旁落，财阀靠山受挫。这场会议会不会成为习近平的真正大考？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方华。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号开会，研究制定“15-5”规划。这份规划将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上审议。中共会议决定10月20号到23号召开四中全会。中共20届四中全会比常规时间晚了整整1年。原本应该在中共5中全会上审议的“15-5”规划，也必须拿到四中全会上来审议，并将在明年3月份的两会上审议通过。中美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中共“15-5”规划之所以受到了投资者和外国领导人的关注，这关系到未来中美贸易的走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敦促中共将促进消费作为未来5年经济政策的核心。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亲自参与了“15-5”规划的起草工作，人们将在这个规划中找到2025中国制造的升级版本，专注于高端科技产品。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衰退，最近的数据显示，8月的经济活动放缓的程度超出预期，工业产出和消费都创下了今年最差的表现。彭博经济学预测，中国经济在2025年至2034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只有 3.8%， 之后将逐渐放缓，预计到2050年将降至约 1%。中共20届四中全会备受关注，还有一个更大的看点，就是习近平的去留问题。中共一向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共权斗中，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是真正的老大。就拿邓小平来说，赵紫阳在1989年虽然是中共总书记，但掌握军权的邓小平却可以轻易的把他拿下。江泽民退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位后，却一直抓住军权主席一职不放，致使胡温时期政令不出中南海。如今习近平虽然还是军委主席，但习在军中的亲信党羽抓的抓，被失踪的失踪，军权实际已经落入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手中。港媒《星岛日报》9月29号报道，去年11月落马，已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的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其罪状可能在日内公布。四中全会可能将确认政治局开除苗华党籍的处分。中共中央军委排名第2的副主席何卫东，自2025年3月中共两会以后，一直消失至今。何卫东和苗华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携的军中亲信，苗华罪状可能在最近公布，何卫东却依然下落不明。习近平损失了军委中2员大将，等于折断了他军中的左膀右臂，习的军权已被架空。在中共枪杆子等于政权的政治话语中，谁拿到了军权，谁就掌握了中共政权。在中共的权斗中，军队历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毛泽东时代如此，邓小平时代如此，今天同样如此。中共军队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是胜券在握。
中共军队是左右中共政权动向的最大和最后的力量。至今，中共没有对何卫东的下落给出任何说明。要是中共20届四中全会对何卫东的问题给出说法的话，证实何卫东被查，那就意味着习近平确实大势已去。据中国问题专家王友群博士分析，在中共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很难保留中共党魁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因为习得罪的党政军高官实在太多了。中共20大之前，习以反腐打虎的名义查办了160多个中共高级将领。中共20大结束不久，习又开始军内大清洗，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第1任、第2任、第3任的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张亚林、李玉超等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纷纷被拿下。去年7月三中全会时，习突然生病住院，给张又侠一个反击的绝佳机会。在张又侠主导下，习军中的一批重要亲信或被调离，或被拿下。当张又侠主导拿下习军中第1、第2亲信何卫东、苗华之后呢，习的军权被架空，张又侠成为实际掌控军权的关键人物。如今，习近平的负面称号多到几十上百个，是中共所有最高领导人中负面称号最多的一个。仅从习近平称号的变化来看，习已经走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地步。在中共四中全会上，习被迫交权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共四中全会不仅是中共内部人事卡位的关键节点，还是一个清理中国经济算旧账和书写经济未来图景的时刻。习近平的旧账新账也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前首富王健林这2天似乎被整得非常狼狈。9月26号，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因大连万达集团未履行 1.86 亿元的债务，对法定代表人王健林下达限制消费令。9月28号，王健林被限高冲上热搜。29号，据报道，中国执行资讯公开网已经没有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限高资讯。据搜狐财经报道，自珠海万达商馆赴港 IPO 折戟后，万达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便面临较大的债务压力。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至2024年，万达累计出售万达广场超30座。今年5月，王健林更是一口气的卖掉48个万达广场，超过以往2年总和，市场预估交易金额达500亿。201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王健林以净资产860亿人民币首次成为中国大陆首富。2016年4月21号，美国《时代》杂志公布了2016年《时代100大最有影响力人物榜》，王健林入选该榜巨人类别。同年11月获福布斯终身成就奖，为华人企业家首位。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新财富500创富榜，王健林今年的个人财产总额为588.1亿元，与去年榜单记录的1408.4亿元相比，短短1年间，其个人财产大幅缩水超820亿元，排名更是从上年的第9名急剧下滑到51名。今年以来，大连万达集团旗下公司频繁因司法纠纷被执行的信息。截至目前，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10条被执行人信息，总金额52.62亿元；1条被限制高消费信息，同时还有38条股权冻结相关信息。合计来看，万达系各公司的被执行总金额已经超过70亿元。除了不断甩卖万达广场之外，王健林也在持续清空其拥有的其他资产。今年7月，中国如意以 2.4 亿元收购万达旗下最快金融 30% 的股权。2023年至2024年，中国如意及旗下公司通过多次的股权受让，获得了万达投资 100% 的股权，并通过万达投资间接成为万达电影的实控人。
2024年，王健林还相继对美国传奇影业股权、英国圣溪游艇公司等进行转让。王健林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8月底，身形消瘦了不少。王健林成为中国首富的路，也是他见风使舵寻找靠山的路。他最初发迹靠的是薄熙来，随着薄熙来的倒台，王健林又抱上了贾庆林的大腿。而让王健林虽然资产不断缩水，却依然保有中国富人头衔的是他背后的靠山，其实正是习近平家族。最早注意到王健林与习近平家族关系的是《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2015年11月2号的报道中，傅才德写道，中国房地产巨头王健林说，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和她的丈夫邓家贵在大连万达商业地产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之前，出售了其所持的股份。王健林说，这事件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投资熬了6年，眼看可以赚大钱而不赚。这件事在当时引发轰动。当时习近平刚上台不久，王健林说这事目的是为习近平洗地，说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不过媒体似乎不买账。美国之音2015年10月31号报道，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开演讲时，回应主持人就习近平姐姐姐夫控股的公司曾入股万达旗下的万达商业广场提出的问题，一语道破天机，直接证实了美国之音和纽约时报的媒体先前报道的习近平家族万达持股真相。傅才德对美国之音说，奇怪的是，邓家贵和齐乔乔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万达的股票了，因为根据工商局的材料，2013年10月份，他们已经把他们万达的股权转让给了他们的一个长期职工徐再生。但王健林在哈佛演讲中可能无意中说出了邓家贵和齐乔乔实际上仍然是股权主人的事实。虽然那个时候齐乔乔和邓家贵已经没有万达的股票，但实际上他们有。王健林有可能犯了个错误，但这给了我们一个窗户，看到了中国很有权力的人有办法把他们的股权名义上让给别人，这就是所谓的白手套现象。也就是说，王健林为自己的公司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辩护时，可能无意中透露了中共权贵的秘密。为掩盖商业利益，有时要把股份转让给亲戚或商业伙伴。傅才德说，王健林在哈佛的演讲已经公开承认了万达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还有贾庆林、王兆国家族。王兆国的亲属最初花了50万美金，现在的价格大概是5亿美金，增加了1000倍。中共党魁江泽民贪腐治国，贪腐成为中共的本性。习近平偏偏要保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政党，要中共的统治跳出历史的兴衰兴亡，妄图永远奴役中国人民，已经是惹得天怒人怨了。从各种迹象来看，习近平落得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习近平军权被架空，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身家缩水的王健林早就没了过去的声势和嚣张，却又被拿出来敲打，因为王健林背后最大的政治靠山正是习近平家族。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